我先自首哦，大家看我平常这种肤色就知道，我是那种每天会去慢跑、跟太阳感情很好的人。朋友就会常亏我，你是去工地搬灯头哦，那爬欧啦。所以我们这一集啊，绝对不是要教你怎么变白。如果要我教美白啊，那实在太没有说服力了。但我要讲的是一件很真实，而且在医学文献上已经讨论很久的事，那就是喝对咖啡真的能让你的气色变亮，不是死白哦，而是像刚睡饱一样，有一种干净透亮的光泽感。但前提是你不能喝错。来，我们边喝边聊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搞懂为什么我们的脸会暗。那其实我们的人体跟苹果一样啊，苹果切开啊，放在空气中久了会变黄、变皱，那就是氧化。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，造成氧化的这个坏人叫做什么呢？叫做自由基。那什么时候自由基会暴增呢？就是在你压力大的时候，熬夜、晒太阳，还有现在外面的空污啊，都会。这些东西会让体内的自由基到处乱窜啊，去攻击你的胶原蛋白，攻击你的细胞啊，所以结果就是脸色蜡黄啊，看起来很累啊，怎么睡都没有精神。这时候呢，救星来了，咖啡豆里有一个非常珍贵的成分，叫做绿原酸 （Chlorogenic Acid）， 简称 CGA。这不是我随便说的哦。根据光化学与光生物学期刊的研究指出啊，绿原酸具有非常强的光保护能力。它在实验数据中被证实啊，它能够有效启动人体的 NRF2 抗氧化路径。简单的说呢，它就是最强的体内防锈剂。当然啦，为了让大家更放心啊，今天在影片中提到的所有相关引用文献来源啊，我都帮大家整理好了，放在下方的说明栏了。如果对科学数据有兴趣的朋友呢，随时可以点进去参阅。那当绿原酸进到身体里面的时候，它会主动去中和那些自由基，就像帮你的细胞穿上一层防护一样。所以这在科学的逻辑上是非常合理的。自由基变少了，所以细胞就不发炎了，细胞不发炎了呢，你的气色自然就会亮了回来。所以这不是玄学哦，这是生理学。但是啊，这里有一个超级大的但是啊，就是很多人喝了一辈子的咖啡啊，气色还是没有变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绿原酸非常怕热。那在食品化学的分析数据里啊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当烘焙温度的来到230度以上啊，绿原酸的结构就会开始大量的崩解。到了250度 C 的生焙啊，那个绿原酸几乎被破坏殆尽，所以你喝下去的只剩下咖啡因还有焦苦味。那研究数据显示呢，浅中焙的咖啡所保留的绿原酸是远远超过于深焙咖啡。所以如果你是为了要抗氧化好气色而喝，请务必选择浅中焙的或是浅焙的豆子。这不是口味的问题哦，这是营养保留率的科学事实。这时候一定会有人举手问，点哥，可是人家都说喝咖啡牙齿会黄，脸色会黄耶。来，这个锅咖啡不能全背。怎么说啦？会让你脸色发黄啊，气色变差，通常是因为你喝错时间。那这里有2个观念啊，我要引用营养学期刊的资料来帮助大家理清。第一个是关于铁质的吸收啊。那根据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的研究发现啊，咖啡里的多酚确实会阻碍铁的吸收啊，它那个抑制率啊，甚至达到35%到40%。但是啊，研究也特别点出，这通常发生在你边吃饭边喝咖啡的时候。所以如果你把这2者错开，影响就会降到最低。因为缺铁，脸色当然苍白发黄。第2个是 B 群流失啊。那因为咖啡利尿，所以如果你把咖啡当水一样喝，那身体的这种水溶性维生素像 B 群就会流失得很快。那 B 群不够，代谢变慢，人看起来就累。所以要怎么喝才能只留光泽不留副作用呢？我帮大家整理了这3个黄金准则，照着做就好了。准则1，认明浅字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买豆子的时候啊，看到包装上写浅焙或者是浅中焙再下手，这才是绿原酸的保证。准则2，遵守90分钟法则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哦。你饭后至少隔90分钟，就差不多是1.5小时之后呢，再喝咖啡。那这么做是为了让身体先把食物里的铁质吸收完，再来享受咖啡的抗氧化效果。所以这样你既补到了铁，又喝到了绿原酸，不是很棒吗？
一举两得。准则3，量力而为。美国一项针对 4.7 万名女性长达30年的大型公卫研究建议，每天2到3杯的咖啡是与健康老化最相关的区间。但如果你喝了会心悸、睡不着，请减量。睡得好永远比喝什么都更重要。保养不一定要涂很厚的东西在脸上，有的时候那是你每天早上为自己选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当你懂得避开生培的焦虑，懂得给身体一些消化时间，你手中的这杯咖啡就不只是一杯饮料哦，它是让你细胞重新呼吸的养分。喝对了，光泽自然就会来找你哦。那既然讲到时间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还有一个时间点喝咖啡可能会让你老得更快，甚至很多内分泌专家都建议早上9点前不要喝。这又是什么原理呢？下一集咖啡美颜第2集，我们来聊聊皮质醇与咖啡的爱恨情仇。我是点哥，我们下一杯见。